Good afternoon. My colleagues and I remain squarely focused on achieving. 美联储真的要降息了吗？我们手上的股票该怎么办？现在是买入还是要赶快跑？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其实降息这件事，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降多少息，市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反应，你手上的股票也会受到影响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会告诉你如何解读这个影响市场的信号，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帮大家解析美联储降息这个事件。你会学到3个关键技能：第一，如何判断这次降息是机会还是陷阱；第二，哪些板块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会在最后分享一个技术指标组合，这个组合连专业投资人都在密切关注，会让你对市场有更准确的判断，提升你的投资绩效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：为什么美联储的一个决定会对全世界的股票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美联储就像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心脏，每一次心跳都会影响全世界的资金流向。当他们调整利率时，就像是调整了全球经济的血液循环速度。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，也是很多投资人搞不清楚的地方：降息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？正确答案是两者都有可能。先来看看降息的利好面。当美联储降息时，企业的借贷成本下降，特别是那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研发的科技公司，比如我之前成功捕捉的这几只强势股，降息对他们来说就像是银行突然说我们的贷款利率打折了。同时，当银行定存利率下降时，投资者会寻找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标的，资金自然会流向股票市场。这就是为什么降息通常会推高股价，但是如果降息是因为经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，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时候降息就像是医生给重病患者开重药，虽然是治疗，但也说明病情很严重。这就带出了一个关键概念，我把降息分为2种类型：预防性降息和衰退式降息。预防性降息就像是健康的人提前吃维他命，预防感冒。经济基本面健康，美联储只是想刺激成长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着陆。经济放缓但不衰退，政策调整及时有效。衰退式降息则像是病人已经发病入膏肓，医生被迫开重药，经济已经出现问题，降息是为了救急。这种降息往往伴随着熊市，对应的就是硬着陆，经济急剧下滑，政策来不及阻止衰退的发生。那这次是哪一种呢？根据最新数据，美国7月失业率 4.2%， 通胀 2.7%， 还是比美联储通胀 2% 的目标要高。就业市场相对稳定，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。从这些数据来看，这次更像是预防性降息，但问题是市场会如何反应？这就需要我们用技术分析来验证了。为什么要用技术分析来看？因为政策本身对你的投资影响不多，但市场的反应会直接决定你是赚钱还是亏钱。就像开车一样，你不能只看前面那台车的方向灯，还要自己观察路况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以往实施降息政策之后是伴随牛市或是熊市。过去2次降息案例同样是降息，却带来不同的结果。先说一个成功的故事：2020年疫情期间，美联储将利率降到接近0，同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之后，科技股就迎来大行情。纳斯达克从6600点上涨到16600多点，涨了超过 140%。QQQ 从$160涨到接近$400，涨了 150%。这就是真正风口上的机会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降息都会有这样的结果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美联储也大幅降息，但道琼斯依然从14000点跌到6500点，跌幅超过 50%。同样是降息，为什么结果完全不同？关键在于市场环境。2020年的问题是外部冲击，经济基本面健康，所以政策效果很明显。但2008年是金融体系本身出了问题，降息无法解决结构性危机。而我们从技术面也能看出差异。2020年降息伴随着成交量大幅放大，市宽指标改善；2008年则相反，即使有政策利好，技术指标依然显示市场处于弱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，我们要看市场的实际反应，而不是我们认为市场应该如何反应。那么这次会是哪种情况呢？答案就在技术分析中。当降息消息出现时，我会优先观察3个关键指标，这些指标能反映我们市场的真实想法。第一个是市宽指标，
这是市场的体温计，市宽反映的是上涨股票与下跌股票的比例，健康的降息反应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大部分股票同步上涨，就像涨潮时所有船只都被抬起，但如果只有少数股票上涨，大部分还在下跌，那就要小心了，这可能是虚假的繁荣。第二个是成交量，这个指标特别重要，因为真正的趋势必须有成交量配合。在2020年3月底，美联储宣布无限量化宽松的时候，科技股不仅价格上涨，成交量也连续放大。这个组合信号告诉我，这不是反弹，而是新牛市的开始。如果降息后股价上涨，但是成交量萎缩，这种上涨通常不会持久。相反，如果上涨伴随成交量放大，特别是机构资金流入，那就更有说服力。第三个是 VIX 恐慌指数。VIX 反映市场对未来30天波动率的预期，数值越高代表越恐慌。正常情况下，降息利好应该让 VIX 下降，但如果 VIX 不降反升，这就是需要警惕的信号，说明市场对降息效果存疑。降息会引发明显的板块轮动效应，理解这个轮动规律对我们的投资决策非常重要。现在就用最近的市场表现来跟大家分析具体的板块机会。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要观察各个板块的相对强弱表现，哪个板块率先突破技术阻力位，哪个板块的成交量率先放大，这些都是重要的信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房地产相关板块是降息的直接受益者，降息会直接影响房贷利率，所以 REIT 和房地产股票往往是降息的直接受益者。同时，我们可以关注家庭建筑 ETF，它在近1个月已经涨了10%，这是一个亮丽的表现。加密货币和挖矿股票也是这次降息预期的受益者。比特币突破了12万，加密货币突破了大型周线图的底部，这些都是技术面的强势信号。特别是比特币挖矿 ETF 在降息预期推动下表现突出。此外，黄金板块的表现特别值得关注。降息会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，因为黄金不产生利息收益。当利率下降时，黄金相对于其他投资工具变得更有吸引力。我们可以观察黄金 ETF 和黄金矿业股 ETF 的技术表现，这些都是重要的板块轮动信号。黄金矿业股 ETF 在形成重要支撑位后，进一步突破关键阻力，即使有回调，也能在技术支撑区间获得承接。这说明降息预期对贵金属板块是明显利好的。现在，让我们把前面学到的知识整合起来，形成一套完整的实战策略。除了观察市场情绪以及板块轮动以外，我会运用2个指标组合起来，判断降息后的市场反应。这2个指标分别是价量关系和趋势线分析。价量关系是判断趋势真实性的关键，健康的升幅应该是股价上涨配合成交量放大。如果股价涨但成交量萎缩，这种上涨往往不会持久。趋势线分析能够帮我们判断趋势的方向和强度。当降息消息出现时，我会观察股价是否突破长期下降趋势线，或者是否能在上升通道中稳定运行。以特斯拉为例，2020年降息周期中，它展现了完美的技术突破，价格突破下降趋势线，成交量连续放大。K 线显示反转信号，这些组合确认了新上升趋势的开始。最后，我想提醒你，无论市场是否处在顺风期，风险管理依然是关键的一环。我的风险管理有3个层次，第一层是设定止损位，我会在重要技术支撑位下方设定止损，比如趋势线、前期低点、通道下轨。如果跌破这些位置，说明技术面转弱，要果断止损。第2层是仓位管理，即使看好降息利好，我也不会一次性重仓，我采用分批建仓策略，根据技术信号强弱调整仓位大小。第3层是市场情绪监控，如果市宽指标突然恶化，出货日频繁出现，即使基本面没变化，我也会考虑减仓。记住，只有控制好风险，才能守住获利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些技术指标这么多，我要怎么同时掌握？有没有更系统的方法？这正是我想分享的。我将多年的实战经验总结成一套完整的技术分析课程。这套课程不仅帮我成功捕捉了这几只强势股，也已经帮助数千位学员在投资路上获得成功，涨跌都赢，而且简单易明，10岁小孩都能学会。在课程中，我会教你如何建立自己的技术分析系统，如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正确判断。课程即将减少优惠，有兴趣的朋友要把握时间了。课程的详细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在投资市场上，方法比努力更重要。
正确的技术分析方法，能让你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找到机会。今天这条影片有5个核心重点：第一，降息可能利好，也可能利空，要看市场如何解读。另外，降息有2种类型，预防性和衰退式，这次更像是预防性降息，市场涨跌有许多因素影响，还是需要多方面去考虑。第二，观察市场情绪指标，市宽、成交量、VIX 这些指标能帮你判断降息的真实效果。第三，把握板块轮动，房地产、黄金、加密货币是预期受益板块，而技术面也要同步确认。第四，善用价量关系和趋势线分析，健康的上升波段需要成交量配合，当股价突破趋势线，可以帮助确认新趋势。第五，做好风险管理，设定技术止损，分批建仓，随时监控市场情绪变化。掌握这5个重点，你就能在降息环境中做出明智决策，把握到赚钱机会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这支影片帮你看清了降息的投资逻辑，请按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学到正确的投资方法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了。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对这次降息最关心什么？你的投资组合中哪些股票可能受益？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。我们下次见。